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今天分享2种可以用红糖来做的美食。之前也有朋友问过，平时我们做东西都是用白糖，那家里有红糖可以做些什么？想了一下，有2种简单的，第一个可以做一个红糖的开花馒头，也可以做一个红糖的包子。这2种美食也是我们这边经常吃的。我小时候特别爱吃我奶奶蒸的糖馅的包子。现在是秋天了，天气也逐渐转凉，吃点红糖也比较好。好了，接着话不多说，就来开始分享制作。首先来制作红糖开花馒头，准备500克的高筋粉，中筋粉也可以，但是用高筋粉做出来开花比较好。面粉中先加入5克的酵母粉，取来120克的黑红糖，用230克左右的水化开，化开之后就用这一碗红糖水来和面。前段时间分享了奶香小馒头的做法，做馒头都差不多，那个视频总结了一些做馒头的经验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刚开始和面的时候里面有糖，比较粘手，面团成型以后要不断的去揣这个面团，一直把面团揣到不沾手不沾面盆，特别的光滑。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，醒发面团，把面团醒发到体积翻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面团的状态，内部比较柔软，比较均匀，这个时候就发酵好了。醒发好的面团拿出来，简单的揉几下排排气，不需要揉太长的时间，简单的揉几下就好。接着把面团分成8个剂子，就做成8个馒头吧。山东这边做馒头做的都比较大一些，视频中这种大小在我们这儿都算小的了。先把小剂子团成圆形，分好的这个面团需要整一下，做好的馒头才开花，不太好讲解，这里就切一个特写，大家自己看一下。我感觉就是把面团弄得褶皱一些，锁口的时候不要锁得太紧，让里面有缝隙，这样蒸出来的馒头就会开花。蒸锅里面垫上潮湿的笼布，把馒头放进去，缝隙稍微留得大一点。蒸馒头如果蒸之前不醒发，就凉水起锅，水开之后开始计时，蒸25分钟左右。蒸好的馒头非常的可口，作为山东人的我离不开馒头，从小都特别爱吃。接着分享一款红糖包子，我们这边也叫糖三角，不知道外省的朋友喜不喜欢吃，我们这边倒是很常见。制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300克的高筋面粉，中筋面粉也可以，加入4克的酵母粉，水的分量是150克左右。和面的手法和刚才一样，和成一个不沾手不沾面盆光滑的面团。我们这边是北方，比较干燥一些，所以用水量可能比相对潮湿的地区要稍微多一点。面团和好以后，同样是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，放在一旁醒发到体积翻倍。一会儿包子里面要包上红糖，准备120克的红糖，加入20克的面粉，混合一下。红糖里面为什么要加入面粉？加入面粉以后，吃包子的时候不容易烫后脑勺。面团醒发好以后，在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简单的揉面排气。如果想吃做出来面皮更筋道一点的包子或者是馒头，这一步就多揉一会儿。面团简单的揉面排气之后，分成6个小剂子，然后再团一下。三角形不是很规则，一般像家用的双层蒸锅也就蒸6个。后面就比较简单了，剂子擀一下，擀成圆形之后包上红糖封口。封口的时候可以抹上少许的水，这样粘的比较牢固一些，蒸的时候糖不易流出来。为什么说吃糖包子容易烫后脑勺？这是一个冷笑话。在吃包子的时候一咬，不小心这个糖就容易流出来，流到胳膊上，然后顺势用舌头一舔胳膊上的糖，胳膊一抬就烫到后脑勺了。我小时候真办过这个事儿，虽然说没有烫过后脑勺，但是烫脸上了。
刚才做馒头啊是直接凉水起锅直接蒸，这一次啊我们发酵一会儿，发酵个15到20分钟，然后再蒸。怎么证明醒发好？就是用手轻轻的一按，这一块慢慢的回弹，就是醒发好了。这样醒发过之后啊，就可以开水上锅蒸25分钟左右。当然蒸的时间要根据做的大小而定。这2种美食啊都是我们这边经常吃的，我也特别爱吃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样的糖包子呢？当然吃的时候不要烫到后脑勺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